別再盯着恆大了。真正讓人脊背發涼的，不是爛尾樓，是保單。如果說恆大是把中國房地產的遮羞布一把撕掉，那萬科正在把中國金融體系的神經線一根根扯出來。很多人還沒意識到，一個比恆大更危險、更致命、更不可收拾的深水炸彈已經開始滴答作響。大家都以為恆大倒了，故事就結束了，但真正的恐怖才剛開始。恆大倒下時，市場痛，但沒死。為什麼？因為恆大欠的主要是包工頭的錢、供應商的錢、爛尾樓的房子，那是實體層面的疼。而萬科不一樣，萬科欠的是銀行的錢，是保險公司的錢，是養老資金，是長期資金。換句話說，恆大炸的是地基，萬科炸的是承重牆。一句話總結：恆大雷在房地產，萬科雷在金融傳染。萬科最大的護身符已經碎成了粉末。過去10年，市場對萬科始終留着一絲幻想。萬科背後站着深圳國資，深鐵會兜底。但現在，現實給了所有人一記響亮的耳光。深鐵不是不想救，是根本就不起。公開數據已經擺在台面上。深鐵2025年上半年營收同比下滑 21%， 半年直接虧損33億元，自己現金流已經緊繃。更要命的是，萬科最優質、最後能抵押的資產已經被深鐵全部抵押乾淨了。萬物雲 57% 股份，警戒線 24.8 元，平倉線 19.08 元，而現在股價已經跌破19元。這意味着什麼？不平倉，賬面繼續血崩；一平倉，股價直接塌方。不管怎麼選，都是國資重大損失。深鐵已經成了泥菩薩，21談不攏，說明事情已經不是錢的問題了。很多人沒看懂這件事的嚴重性。萬科想幹什麼？20億元中票展期12個月，結果呢？2次被債權人拍桌子否決。12月23日，22萬科 MTN 004，本金20億元，年利率 3%，78.3% 的持有人投下反對票，只給了30天寬限期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一件極其殘酷的事實：市場已經不相信萬科了。你連20億這種小錢都談不下來，那明後年幾百億、上千億，誰還陪你玩？這不是流動性緊張，這是信用徹底破產。真正讓債主翻臉的是錢的來源。為什麼這次債權人這麼狠？因為萬科的錢很多來自保險公司，而保險公司拿的不是自己的錢，那是養老金，那是長期壽險資金，那是普通人幾十年的保費。公開資料顯示，泰康系約75億元，新華保險約62億元，平安、太保、太平、華泰、招商規模更大。這些錢大多是5年、10年的長線資金，現在集中到期了。一旦萬科實質性違約，保險公司賬面立刻炸雷，接下來就是擠兌風險。所以債主態度只有一句話：必須立刻馬上還錢。這已經不是救不救萬科，而是誰賠誰一起死。現在的局面已經演变成一出荒誕現實劇。萬科等深鐵，深鐵等深圳，深圳等上面，上面一聲不吭，葫蘆娃救爺爺手拉手往坑裡掉。而且問題在於，深圳不是只有一個萬科，招、保、萬、金，混合所有制房企一串排着隊。今天救萬科，明年誰來救下一個？這個口子一旦開了，整個地方財政都要被拖進去。恆大欠的是供應商的錢，萬科欠的是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感。這才是真正讓人睡不着覺的地方。
而更恐怖的是，這顆雷還沒完全爆，30天寬限期正在倒計時。一旦萬科倒下，倒霉的絕不只是房地產，真正的恐怖從違約那一刻才開始。為什麼說萬科一倒，保險公司必有人陪葬？很多人到現在還沒意識到，萬科身上最危險的不是房子，而是保險債權投資計劃。這是一個普通人幾乎聽不到，但金融體系裡人人色變的詞。當年3道紅線落地前，恆大、碧桂園、融創被直接抬進 ICU， 而萬科提前拿到了險資的免死金牌。監管沒有把險資的口子徹底堵死，萬科成了極少數能大規模吸納險資的房企。結果就是恆大雷在商票，碧桂園雷在飛鏢，融創雷在信託，萬科雷在保險公司的長期負債端。這才是金融體系的死穴。險資不是可以賴的債，它是定時炸彈。保險的錢有2個特點：第一，期限極長，5年、10年起步，很多是終身責任；第二，不能斷，一旦出現兌付風險，就是擠兌，就是踩踏，就是系統性事件。如果萬科實質性違約，保險公司賬面會發生什麼？資產端暴雷，償付能力指標下滑，被監管問責，市場恐慌擴散。這已經不是某一家房企的問題了。這就是為什麼債權人這次不接受任何展期故事。他們不是不講情面，是根本沒有退路。評級機構已經給出了死亡預告，市場不是沒有預警。12月初，惠譽把萬科列入負面評級觀察名單，明確指出流動性高度緊張，未必具備按期償付能力。高盛更直接，在缺乏更廣泛資金支持的情況下，萬科極可能走向全面債務重組。翻譯成人話就是不重組就等死。而債務重組意味着什麼？本金打折，利息作廢，債權人陪葬。你覺得保險公司會接受嗎？真正改變命運走向的是中金那次進場。今年3季度，中金受命進入萬科系統性評估，結果是什麼？一句話，資不抵債加巨額表外負債。11月底，中金把最終報告遞交北京，然後一件關鍵的事發生了：深鐵對萬科的無限輸血被緊急叫停。這不是市場傳聞，是彭博社點名披露的事實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上面已經算過賬了，再救就是國有資產無底洞，不救至少止損。為什麼這一次沒人敢拍板救？因為代價太大了。深鐵已經投入上千億，現在再救，錢可能全打水漂，國資重大損失，責任要倒查。當年拍板的人一個都跑不了。而且深圳不是只有一個萬科，今天為萬科開例外，明天誰來為下一個萬科兜底？這不是救企業，是給整個體系挖坑。萬科今天的困局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，它的源頭要追溯到10年前那場上千億資金的大混戰。那一年，華潤、寶能、恆大、萬科刀刀見血，刺刀見紅。前一天還在互撕，後一天，華潤、寶能、恆大全部離場，只有萬科留下來繼續走。這10年裡，舊賬被掩蓋，風險被滾動，靠信用、靠融資、靠國資背書，一層層壓下來。現在，所有舊賬被一次性翻出來了。真正的恐懼是沒人想當最後一個接盤俠。現在市場已經形成一個共識，誰接萬科，誰就陪葬。所以，債權人不讓步，國資不拍板，上面選擇沉默。
30天寬限期，不是給萬科的，是給整個系統準備心理緩衝的。如果萬科真的走到實質性違約那一步，你看到的不會只是一個房企倒下，你看到的將是保險公司股價劇烈波動，金融板塊信心坍塌，長期資金全面收縮，普通人對保單安全的恐慌。這不是房地產危機，這是一場真正的金融海嘯正在岸邊退潮，而現在海水已經退到腳踝了。你還覺得這是萬科自己的事嗎？